青史浩瀚，留名者寥寥。那些被一笔带过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，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。此刻，放下今日的纷扰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听一个无名之人的故事。我这一生要从哪里说起呢？临淄城外的田埂上，3月的风吹过沟渠，泥土带着青草的气息。祖父蹲在水渠边修闸门，我在旁边抓泥鳅。太阳暖烘烘的，那是我最早记得的气味。泥土、青草，水渠里腐烂的水草。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战国，只晓得大人在说秦兵又打向了哪里。我的舅舅去当了兵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家住在临淄城外10里的沟陈里，沟陈不是大村，几十户人家，清一色姓陈，只有我家是外姓。听说我爷爷的爷爷那辈从南边迁来，姓田，根子上是春秋时陈国公子的后代，传到我们这一代，早就不是什么体面的宗族了，不过是田埂间的一户农人，种地吃饭，纳粮当差，如此而已。我出生的那年是齐王建15年，秦昭襄王在咸阳坐着他的王座已经50多年。那时候我不懂咸阳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我这一生与那座城脱不开关系。我10岁的时候，沟陈来了几个从南边逃难的人，他们说家乡打仗，县城都被烧了。他们在我家借宿了一晚，第2天继续往北走。祖父站在门口看他们走远，说了一句：“要变天了。”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变天，现在想起来，他说的是对的。我17岁那年，沟陈出了事。那年春天，官府下令补征徭役，说是要修池道，人手不够。沟陈的名册上少了一个人，村东头陈家的老三，为了躲役逃进了南山。李典急得团团转，因为人凑不齐，全里都要连坐受罚。他找到我说我是外姓，家里又没有兄弟，正好顶这个缺。我不愿意，但祖父说了句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自己也怕连累权力，于是答应了。可是去县城报到的前一天夜里，有人举报说我曾在去年秋天盗取里中共有的灌溉用水，其实只是我在水渠里抓鱼时，闸门开得大了些，水流走了几分。这个罪名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县吏正好缺一个名额交差，便把我定了盗水之罪，判了耐刑，要押到官府配为吏臣，以劳役抵罪。祖父拿着家里仅剩的2匹布来县城看我，他站在灵宇外面不敢进来，把布塞给了守御的监门，让人转交给我。我站在高墙的骤口下，看着他一摇一晃地走远，心里知道他大概是来看我的最后一面了。那年冬天，我被送进了临淄城里，编进了齐公的图吏名册。齐公很大，比沟陈全村加起来都大。我被分配去打扫掖庭侧门的廊道，每天扫地、擦地、搬柴火。掖庭是宫女的住处，我一个新来的徒弟，只能在外围转悠，连正殿的台阶都摸不到。但我学会了一件事，不出声，站在墙根，把眼睛放亮，把耳朵放长。宫里的消息，谁得罪了谁，谁又生了谁，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听来的。那时候齐王建还在位，但齐国的朝政早已混乱不堪。我见过几次朝会散后的场面，大臣们三三两两走下台阶，有人低头不语，有人交头接耳，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审问。秦兵一天天逼近的消息不断传进宫里，我虽然是个扫地的，也感觉得到那股沈重的气息。所有人都知道要变天了，只是不知该怎么办。齐国没了的那一天终于来了，不是打仗，是投降。秦兵到的那天早上，临淄城门大开，官吏列队站在两旁。我站在掖庭侧门的廊道下，远远看见一队车马从南门进来，为首的是一个穿着旧衣的中年人，脸色灰白，眼神空洞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就是齐王建。他坐在一辆很朴素的马车上，没有旗帜，没有仪仗，
车轮滚动的声音在早晨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楚。我旁边站着一个老仆，比我早进宫几年，平时从不说话。那天他忽然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完了。”我问他什么完了，他摇摇头，不再说话。齐王建的车队往西去了，有人说他是被请去咸阳做客，我知道那不是真的。车队出城门时，我旁边那个老仆忽然转过身去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他大概想起了很多事。那之后的几个月，咸阳来了新的官吏，穿着黑色的官服，说话口音我们都听不懂。他们接管了齐宫，把原来的仆役、宫女重新鞭策，该留的留，该走的走。我因为年轻被留了下来，但不再是齐宫的人，齐国没了，我是秦国的历臣了。我的名字被写在一张新名册上，和其他几十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，名字前面没有姓，只有一个田字，孤零零的。从我变成秦国历臣的那年算起，直到咸阳宫拉起漫天大火，期间整整14年。那14年，我从一个扫地的小徒弟，慢慢变成了一个能在殿外廊下候命的普通宫中徒弟，没什么本事，只是活得够久，够安静。别人生的生，死的死，我能留下来。咸阳宫比临淄的齐宫大得多，大得我总是迷路。我负责打扫的范围是章台殿外的一段廊道。每天早上，我从住处出发，穿过几重宫门，走过几条夹道，才能到我的地段。章台是先王处理政务的地方。我虽然不进殿，但能听见里面的声音，有时候是争论，有时候是唱鸣，有时候是寂静。咸阳城里开始到处抓儒生，烧天下书的那年冬天，我22岁。那年冬天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事情的起因我不全懂，只知道有人在咸阳城里议论朝政，反对焚书。朝廷下令彻查，抓了一批儒生，押到咸阳城外活埋。我那天在廊道下当值，看见几十个儒生被士兵押着往北走，他们穿着儒服，戴着高冠，但个个被反剪双手，口中塞着布。那些人年龄不一，有白发老者，也有年纪和我差不多的青年。有人一路挣扎，有人一路沉默，有人一直在哭。其中有一个年纪很轻，大概20岁左右，走了几步，忽然挣扎着往回看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嘴唇在布后面使劲动着，像是想说什么。我站在廊下，与他目光对视了一瞬，他看见了我，我也看见了他。然后士兵抽了他一鞭子，他一个踉跄倒在地上，爬起来继续走。那是我这一生距离那么多人被杀最近的一次。不是我的死亡，是别人的死亡。但那一瞬，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在这个宫墙之内，在那些柱子后面，站着多少人，就藏着多少命运。我侥幸活着，只是因为我的命不值钱，没有人费心来看一眼。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夜里做梦，总是梦见那双眼睛。始皇帝在沙丘驾崩的消息传到咸阳宫时，我正在打扫廊道，没有人相信。直到第二天，李斯和赵高的诏书下来，说扶苏公子因忤逆被赐死，立胡亥为太子。那几天宫里气氛诡异，每个人走路都轻手轻脚，说话都压低声音。带我的阿师宫里相熟的老仆长，那几天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每天站在廊道的柱子旁边，一站就是1个时辰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摇摇头，说天要塌了。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他指的是整个王朝。大泽乡那些人造反的消息传到咸阳宫时，宫里已经乱成一团。先是扶苏死了，然后蒙恬死了，然后李斯被腰斩了。我站在廊道下，看着一队一队的士兵往咸阳城外开拔，又看见一队一队的使者快马入宫，脸色仓皇。带我的阿师在那年秋天死了，不是被杀，是老死的。他70多岁，在廊道下站了一上午，下午就没有起来。我把他埋在咸阳城外的乱葬岗上。
那里已经埋了很多死人，有兵的，有官的，也有像我阿诗这样的普通人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宫里的人都叫他老曹，我也这样叫他。他死前对我说过一句话：活住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一直记着这句话。咸阳宫起火的那天，我到死都不会忘记。那之前，项羽的军队已经打到了咸阳城外。项羽是谁？我之前只是听说过，知道他力气很大，在巨鹿打败了秦军的主力，但我没想到他会打进咸阳。7月里的一天，咸阳城里忽然到处是喊杀声，我躲在掖庭侧门的廊道下，不敢出来。先是看见东边的宫殿起了火，然后是南边，然后是整个咸阳城的天空都被染成了红色。火从咸阳宫开始烧，烧了一昼夜又一昼夜。我躲在一间存放杂物的偏殿里，蹲在墙角，堵住耳朵，但仍然能听见木头燃烧的声音。那种声音很怪，像是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呼吸，在叹息。第3天的早上，有人踢开了偏殿的门，是一个穿着楚国军服的士兵，手里提着一把刀，刀尖上还有血。他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问我是做什么的。我说我是徒弟，打扫的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大概是觉得我不值得杀。我从咸阳城里逃出来时，咸阳宫已经烧得只剩下几根石柱，柱子被火烤得发黑，却仍然站着，像是不肯倒下的老人。我站在残破的宫门前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了。那一年我43岁，我一路向东走，乞食为生。那时整个关中都在打仗，刘邦的军队和项羽的军队在中原拉锯，齐地更是重灾区。项羽分封的3个齐王彼此打来打去，百姓四处逃难。我跟着一群流民往东走，走走停停，走了3个多月，才到了临淄。临淄城还在，但城里的人已经很少了。街道两旁的商铺大多关住门，有些房子烧了一半，没有人修。我找到我家原来住的那个里，沟尘已经不在了，整个村子被烧光了，只剩下一片焦黑的土地和几根烧剩的木头。我在那片焦土上站了很久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死在那场火里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。后来我去了哪里，我记得不太清了，只记得我跟着一伙流民到处走，有时候帮人干农活，有时候在驿站里扫地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，就是走。刘邦的军队打过来的时候，我在洛阳城外的工地上搬过石头；项羽的军队打过来的时候，我躲在河沟里一夜不敢出声。项羽死在乌江，高祖皇帝坐稳天下的那年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一个小镇上帮人磨米。那天夜里，工地上的几个老兵喝醉了酒，大声说话，说项羽的头颅被送到哪里去请赏，说刘邦终于坐稳了天下。我在一边听着，没有说话。第2年春天，我被征召到长安的宫里服役。我到长安的时候，长乐宫刚建好不久，那是一座新宫，比咸阳宫还要宏大。但在我眼里，它们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墙，都是柱子，都是站着服侍人的仆役。我在长乐宫的日子比咸阳宫安稳得多。高祖皇帝被匈奴困在白登山那年，我在宫里听到了消息，皇上御驾亲征，被困在白登山7天7夜不能突围，最后靠着衣氏的枕边风才拖了出来。宫里的人议论纷纷，有人说皇上英明神武，有人说匈奴人野蛮，有人什么都不说。我站在柱子旁边不说话。我比谁都清楚，刘邦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他能活到现在，不是因为天命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狠，更幸运。咸阳大火那夜，刘邦是第一批打进咸阳的人，他约束军队，秋毫无犯，得了民心。但项羽杀进咸阳的时候，一把火就烧掉了所有。我见过项羽，我见过刘邦，我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。所以当宫里的人议论刘邦的盛名时，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
阿诗说过的那句话，我一直记着。高祖皇帝死在那年冬天，我见过他几次，都是在朝会散后的夹道上，他坐着鱼轿经过，身边跟着10几个侍从，脸色灰白，身形浮胖，和我印象中的刘邦，那个在彭城打败仗，在广武被射中的刘邦，完全是2个人。他死的时候，我站在长乐宫的侧门旁边，那天夜里很冷，宫里到处是哭声。我看着那些穿着校服的皇子皇孙，一个个跪在灵堂前，心里想，这就是天子的葬礼吗？又想到咸阳大火那夜，项羽的士兵连始皇帝的棺椁都烧了，这些人现在哭得这么伤心，过了几十年，还有谁记得？我不知道，这不是我该想的事情。高祖皇帝死后，太子刘盈继位，也就是后来的孝惠皇帝。但真正掌权的是吕后。吕后是个厉害的女人，我见过她几次，都是在长乐宫的花园里。她走路的时候，身边跟着几十个工人，脚步很快，眼睛很利。她看人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很怪，像是在看一个人的骨头，把你的骨头拆开来看，看你值不值得他动一根手指头。孝惠皇帝驾崩那年，宫里一夜之间到处是白布。陛下走的时候不到20岁，我见过他几次，是个瘦弱的年轻人，站在朝堂上不敢抬头。他走后，吕后临朝称制，抱着小皇帝刘弘坐在帷榻之上，从此代替年幼的孙儿处理朝政。那几年，宫里的气氛很压抑，诸吕封王的封王，出将的出将，刘氏的子孙一个个被排挤出去，有些人甚至死在宫里。我不知道是谁动的手，但我知道那些人的血最后都流在了诸吕的身上。我那时候已经60多了，头发全白，牙齿松动，走路开始喘。但在宫里，像我这样的老仆役不多，所以反而安全。我太老了，没有威胁，没有立场，谁都不会把我当回事。我站在柱子旁边，看着吕后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，又看着她一步步走向死亡。太后驾崩，诸吕作乱的那一夜，死之前她已经病了很长时间。宫里的风声是诸吕要叛乱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长乐宫侧门廊道下的一个老仆役，连吕后的寝宫都没有进去过。但那天夜里，我听见了外面的喊杀声，是周勃的人。周勃是谁？我只知道他是跟着高祖皇帝打天下的老将，那时候已经很老了。他的士兵冲进长乐宫，把诸吕的人一个个抓出来，当夜就杀了。我躲在我住的那间小屋子里，堵住耳朵，不敢出门。杀人的声音从半夜持续到天亮，我一夜没有合眼。第二天早上，周勃的人宣读了新帝的诏书，代王刘恒即皇帝位，是为汉文帝。刘恒是谁？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是高祖皇帝的儿子，被封在代国，是个不受重视的皇子。但一夜之间，他成了天子。诸吕被族灭了，男的全部杀死，女子皆没为官奴婢。整个长安的空气里充满了血腥味。我站在长乐宫的侧门旁边，看着那些士兵把诸吕的人一个个拖出去。他们有的还穿着锦衣，有的还戴着珠冠，但脸上全是血，眼神全是绝望。我看见一个年轻人，大概20岁左右，被2个士兵架着往外拖，一边拖一边喊：“我是惠皇帝的亲骨肉，你们怎敢杀先帝的骨肉？”没有人理他。士兵把他拖到宫门外，一刀下去就没有声音了。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夜里总是睡不住，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些人的脸，有的是我在咸阳宫里见过的，有的是我在长乐宫里见过的。我不认识他们的名字，但他们的命运从此就这样结束了，而我还活着。我今年70岁了，头发全白，牙齿全掉，走路需要扶着墙，但我还活着。我住在长乐宫外的一间小屋子里，每天做些扫地打水的轻活。宫里的人对我客气，因为我是整个宫里最老的人，见过的事情比任何人都多。有时候
会有年轻的仆役来问我：“老田，你在咸阳宫待过？”我点点头，不多说话。他们又问：“始皇帝是什么样子的？”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和普通人没有两样。”他们不信，他们觉得我是在敷衍。其实我是说真的，我见过始皇帝几次，都是远远地看见他坐在鱼轿上，身上穿着衮服，头上戴着冠冕。他的脸色很黄，眉毛很重，眼睛往下看，像是从不看任何人。他经过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低下头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但我看见了他的手，那双手很白，指节分明，像是握笔的手，不像杀人的手。但那双手签下的命令，杀过很多人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。咸阳大火那夜，我应该死在火里；流亡的那些年，我应该死在路上；楚汉拉锯的那几年，我应该死在乱兵刀下。在长安的那些年，有无数次机会，我可能死于瘟疫，死于饥荒，死于某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，但我活下来了。也许是运气，也许是命。阿诗说过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一直记着这句话。有时候我也想，如果祖父知道他的孙子活了70年，见过那么多事情，他会不会觉得那2匹布没有白费？那年冬天，他拿着家里仅剩的布来县城看我，我没有去接，他站在灵宇外面，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，他转身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我到现在都记得。现在又是冬天了，长安的雪很小，不像勾陈的雪那样大。我站在小屋子门口，看着天上的云，想起很多年前的那场雪。我这一生从那个下住雪的清晨说起，那是前250年的冬天，勾陈下了很大的雪。母亲把我裹在一件塞满乱麻的粗布袄子里，抱在怀里。我睁着眼看雪花从天上落下来。那年冬天很冷，但很安静。现在我知道，勾陈已经不在了，咸阳宫已经不在了。咸阳城里那些说话带着外地口音的官吏，那些穿着儒服被押出城门的人，那些火光映红的夜晚，都已经不在了。而我还站在这里，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但还站在这里，这就够了。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，但他活